喂，姐，我现在给你发了一些东西，我要出事了，这些都是证据。小峰，你说什么呢？来不及了。人跑不远，不论死活，给我截住他！好。尹子月要回来了，消息可靠吗？要真能抓到人，这就是大功一件。我是尹子月。事儿都是彪哥干的，我真的被逼无奈，被逼无奈啊！起来！我告诉你啊，别跟我来这套。码头多少人看见你跟严彪在一块儿，被逼无奈，刀又没架你脖子上。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。知道，严彪是主谋。但你得把你知道的都交代清楚啊，这样才能争取宽大处理，戴罪立功。啊！我要揭发严彪在江台有命案，有命案。尹子月，是我。脸还适应吗？陈警官，你别取笑我了。直播视频那档子事儿，玩得不错呀。那个视频是我拍的，对不起，给您添了很多麻烦。可能就是一个很蠢的办法。挺好的，闹得沸沸扬扬的。我不是也在这儿了吗？你应该有很多问题要问我。徐素素的死，你知道多少？她的死我知道的不多。
怎么才来啊？经理找你好几次了。喂，喂，是尹子月吗？哦，是，快递。哦，快递啊。啊。那你等一下啊。168号上钟。我帮你拿吧，赶紧去上钟吧。小傻瓜。后来他再也没有回来了。完了。我知道的就这些。尹子月，就是前2天直播绑架的女的，她以前是严彪的相好，听说拿了严彪的钱跑了。严彪打听到她在江台大富豪当技师，说要收拾她。4月11号那天，我们假装送快递的到了尹子月工作的地方。他一出来，我们就把他给绑了。谁知道？尹子月是吧？是快递是吗？对。啊，好的好的，在哪儿啊？在那边车里，东西有点大，需要你签字。哦，多大呀？啊，很大的。啊，好，一会儿麻烦你了。哎，东西挺大的。在哪儿啊？进去吧。别叫！彪哥。你弟弟给你的东西放哪儿了？什么弟弟？我没有弟弟的，我没弟弟。哎呀，你们都是猪啊！彪哥，他是尹子月吗？我是，不是？那你刚才为啥？我你是帮他来拿快递？不是那个，大哥对不起，大哥，我抓错人了。怎么办？忘了？忘了？你怕？那不漏了吗？我怕就不漏啊！哎，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尸体呢？怎么处理的？分了几块扔了。认认。对，就是他，手上的纹身就是大狗尾抠下去的。那孙兴呢？他怎么死的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们已经掌握证据。徐素素死的那天，你和孙兴就在一起，你们还有过争吵。你告诉我你不知道？孙兴他就是个烂人。那天我去找他，是为了告诉他素素可能出事了，可他一点都不担心素素的死活，还一劲的纠缠我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小月，他不见了，正好，这是老天给咱们俩的机会。小月，你听我说呀。没了。没了。不对吧？再想想。啊，是不是那个孙兴啊？我就知道是彪哥，不是严彪干的。你没参与？我没参与。
严彪气我抓错了人，好几天没给我好脸色。有天晚上他回来，收拾东西，说得躲一阵儿。他说找不到尹子月，把他情人弄死了。后来我看新闻才知道，那人叫孙兴。推的倒是挺干净的。我说的都是实情。实情？你和被害人什么关系？你失踪这些天都去哪儿了？码头为什么有人追杀你？你还让那么多无辜的人置身危险之中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陈警官，难道你让我死吗？难道我应该去死吗？林子峰，你弟弟，他到底遇到什么事了？这是一个对的问题，陈警官。以你们警方的记录来看，小峰是在4月6号出了交通意外，一直昏迷。但那不是简单的交通意外，他是被人害的。小峰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别吓我！你在哪儿？姐，我现在给你发了一些东西，我要出事了，这些都是证据。再打就出人命了，想成大事，绝不能心慈手软。小峰，原来王子给我的视频是你给他的。小峰出事以后，我马上赶到江海，也和交警反映过情况，但是苦于没有证据。等小峰情况好转一些，我就赶回了江台。可这个时候，奇怪的事情出现了，我总感觉有人一直在跟踪我，直到素素出事了，我才意识到，这些危险都是冲着我来的。所以你就躲起来了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躲到了江海。一是为了方便照顾小凤，二是他们应该想不到我又回到了江海。可是没过几天，我又看到孙兴被杀害的报道，我真的太害怕了。那些人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惜残害人命，所以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只好选择整容。哪怕整残了，只要能保住命就好。那你为什么不报警？陈默警官，你应该问我，为什么我换了张脸回来，刚到码头又有人来杀我？你的意思是？对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你们警方内部有鬼。谁的鬼？天元集团。陈警官，在码头有人杀我，
我弟弟的案子迟迟没法入案，这全都和天元集团有扯不清的关系。我这次回来也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，哪怕危险再大，我也一定要给小凤讨个公道。你不是王子吗？你和王子一起策划了直播事件，不就是为了引起警方注意吗？这些也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直播事件也是你的主意？是王子的主意，而且他说，整件事情里必须有你，沉默警官。接下来什么打算？王子说，他有安排。不去见见他们俩？不了吧？总这么躲着也不是事儿。一个拖了人家半年，另外一个又给错了消息，这种情况我不会处理的。大致情况我都了解了。对了，你弟弟除了发给你王念军视频之外，还有别的材料没有？没有了。一会儿把邮箱的账号密码发给我。早点休息吧。陈警官，你不带我回警队吗？保证让我随时找到你就行。小王，恐吓他人、寻衅滋事都交代了，带走吧。石头，怎么了？帮我和在银子月家搜集的 DNA 样品进行对比。保密啊。之前去银子分公司搬回的资料，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。知道了。笑笑，怎么了，莫哥？我给你发一封邮件，让技术队查一下这个邮件发件人的 IP 地址，还有，尽快破解这个邮箱，看一下还有没有隐藏或者待发送的内容。好。进。副队，正找你呢，走吧。副队。哟，神探回来了。你睡觉那会儿，我帮你把案子破完了。副队，这个严彪同伙就是2起案件的真凶。嫌犯已经交代了徐素素的抛尸地点，已经通知江台了。您看一下。副队，杀孙兴的嫌犯我应该见过，和严彪的体貌特征不太相符。什么叫应该呀？见过就是见过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严彪的命保住了。我去审。还没醒呢。石头，邮件发件人的 IP 地址分析出来了，咱们走吧。哎，你们俩去那边挖一挖。找到了！
警官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要看一下尹子峰的工位。小王，带2位警官过去看一下。2位警官这边请。喂，我没说。警察又来查尹子峰了，这回带着搜查令。对，好，老板，刚才警察突袭了恒利，带走了尹子峰的电脑主机和老李。不都清理干净了吗？是的，那个老李，他知道什么？没事。照这个势头，警察迟早会找到集团来。先是尹子峰姐弟，现在严彪又……事已至此，见招拆招。公司这2年洗得清清白白，谅他们也查不出什么。至于严彪，自有人会处理。那王子和苏文，这个时候先容他们几天。哦，对了，你过来。喂。
喂。终于又见面了啊！物归原主。我这车是你买的啊，特别好开。来，还你了。别摸了，回家摸去不行吗？我对你就这么不重要？这可是咱俩见的第2面，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？哎，可是你约我见了面啊！这些天给我憋了，我女朋友都没见着，第一个就来见你。对了，物归原主。还生我气？你知道这一次我真的被尹子月给蒙在鼓里了。再说你不是找着嫌疑人了，皆大欢喜啊！有你哭的时候。咱俩能不能翻篇了？再说你找我就没别的事儿了？给你介绍个人，他跟10年前王念军的案子也有关系。谁啊？哎，不能是王天元吧？怎么是他呀？我不信任他。彼此彼此吧。但是看来我们有一个共同信得过的朋友。苏大记者应该明白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道理吧？我有什么敌人？你们果然认识啊？不认识。孙文，王子给了我一条视频线索，我想你应该会感兴趣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们一个都跑不了，我已经报过警了。我查了卷宗，发现10年前走私案中有一名叫洛尘的年轻记者，至今下落不明。王念军供述，洛尘掌握了一些证据之后，勒索了一大笔钱，逃之夭夭。他甚至还提供了一段他和洛尘谈条件时候的视频。不是的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。当年洛尘是瞒着单位去暗访的，他费尽了千辛万苦才混进了走私的船队。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，他跟我说马上就要排到市政了，一直跟警方都有联系，这次一定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可最后，我看过卷宗，你一直在申诉，正是因为你一直申诉，洛尘一直被当作失踪人员另案调查，从未被定性。对不起，我早该在家福跟你说声对不起了。
我特别想当面质问他，为什么要颠倒黑白，为什么要血口喷人？可10年了，他谁也不见，包括我。苏文，你能听出来视频里另一个声音是谁吗？我试试。王天元。视频年代久远，声音辨识度很差，只有最后一句比较清晰。可仅仅凭这个，定不了他的罪，对吧？王天元的背后，肯定有更多罪恶秘密。要想彻底扳倒他，必须得掌握更多犯罪证据。需要我做什么？剑王面具。啊！我已习惯了挣扎，习惯了落空，习惯他们说我卑微的梦。不是活着每个人都会被歌颂，不是每道疤痕都愿意被触碰。迎着风往跳通，我的命运没人能掌控。夜已浓，愿化孤鸿，义无反顾，无问西东。泪水已干涸，使命在召唤，燃起胸中那团火焰，沿着你的方向就能够穿越黑暗。就算全世界都在阻挡，也要证明信仰。这是场欺骗，你习惯了伪装，善恶之间变得心无处安放。如果这是场等待，为了明天的较量，依然尽我希望，义无反顾前往。迎着风往跳通，我的命运没人能掌控。愿化孤鸿，义无反顾，问西东。泪水已干涸，使命在召唤，燃起胸中那团火焰，沿着你的方向就能够穿越黑暗。就算全世界都在阻挡，也要证明泪水已干涸，使命在召唤，燃起胸中那团火焰，沿着你的方向就能够穿越黑暗。就算全世界都在阻挡，也要证明信仰。